那是太白星，今日出来的有些早了。上辈子有一个说法，便是太白星主杀伐，掌管战争之事，这也不知是真是假。李长寿轻轻地撇嘴，这老神仙皮指导人回了水神府中安坐，心神挪去他处时，李长寿还不忘看一眼隔壁灵珠子的情形。这大师侄此刻正专心修行，似乎又有感悟。李长寿是真恨不得提前招来小将哪吒，用在今日之战事上。天庭此时武将难有堪当大用者，遇到这般中等意思的战斗，竟然还需要天庭文臣亲自出马。洪荒艰辛，神道不兴啊！李长寿有些不放心的又看了眼东木宫那边的情形。天庭大批天兵开始涌出北天门，两座降临大阵的落点已经锁定在了预设战场。接下来妖族可以尽情的发挥，只要不是突然退兵，或者是天道突然对巫族降下灭族的紫霄神雷，劈掉了巫族的有效战力，一切就尽在掌控。心神挪移，落于北周之北。有些阴暗的地下洞穴中，一具中年道者模样的指导人睁开双眼，眼中神光迅速汇聚，立刻朝着各处散出仙石。大人，您醒了！粗犷的呼喊声中，立刻有10多道身影围了过来。他们身披兽皮战甲，提着各类兵刃，肉身蕴含着强横的力量，自然都是北周之巫。李长寿直接问：几位大巫祭可回来了？都已回到了黑山中。各位去提醒几位大巫祭，妖族大军已经快到了，立刻开启各处阵势，不必吝啬天庭给的灵石，你们巫族修行也用不到这些。是。众战巫答应一声。我去各处巡查一遍，稍后去找大巫祭会合。言罢，他施展起土遁，身影在方圆100里之内不断的游巡。那10多名战巫先是愣了一下，又赶紧扭头疾驰，不断的大声呼喊：妖族打过来了，准备干架！李长寿听得有些无语，明明巫族就对方1/20不到的兵力，怎么这些家伙喊起来还带着浓浓的开心愉悦呢？对于今日这般妖族大举来犯的情形，巫族并非没有准备。巫族在北周生存多年，虽然近万年遭了妖族算计，族运渐渐枯萎，且巫族上下失去了斗志，但早年迁入北周时，他们为了防备妖族开战，做了许多避险之地。此地黑山就是一处巫族要塞，这里是巫族设想灭族之灾降临时所能退守的最后生存之地，距离北海不过300里，只有西侧一面是坦途，其他3侧的地势颇为险恶。虽巫族不善咒术法，阵法的发展方向上也走偏了一些，但确实是有阵法流传的。洪荒流传最广的阵法，大都是用阵机引动灵力元气，发挥出远超布阵者实力的威能。而巫族的阵法是用自身血气为基础，激发血脉之力，营造攻伐大阵，比如那大名鼎鼎的12都天神煞大阵。黑山的防护之阵算是巫族建造不多的以灵石为基础的防护大阵，布阵之法还是学自上古的盟友人族大兄弟。可惜啊，巫族存放在此地的灵石因为年代久远，灵气渐渐挥散。妖族发布讨天檄文不过半个月，李长寿做主，让天庭与龙宫各送来一批灵石，将黑山的防御大阵完全激活，作为正面硬扛妖族攻势的主要手段。黑山的大阵呈葫芦状，大半埋于地下，地表是被削成了半圆的黝黑石头山，其内驻扎一名名战巫，随时准备出阵反击。地下则是一片近乎被挖空的大地，被大阵包裹，能够容纳数10万巫族躲藏，此刻也不过是占用了2/3，还有足够的空余。那些最近降生被视为巫族希望的小家伙们，此刻被巫族保护在了最安全的位置。他们
就是巫族继续战斗下去的意志，也是此时巫族心底燃烧的怒意。无数岁月的恩怨，上古而来的仇，灭人间的恨。天与地，元神道与肉身道的对决，在今日将会再次重归洪荒。黑山外，南东北尽是连绵高山，毒虫遍布，毒兽狰狞，只有西面是大片的松木林，这也是妖族即将大举来犯的方向。稳妥起见，李长寿在黑山各处仔细地巡视了一遍，他是真的担心巫族出现什么错漏，被妖族所趁，从而影响整个战局。又一个时辰后，李长寿听到了几声鹰啼，知妖族已经探查到了此地。妖族也有不少高手，自然能够提前探查到巫族的动向。将最后几处阵法检查完，李长寿赶去了地表，进入了石头山被挖空的山体。这是一处兵营，一名名正值壮年的巫族此时正在进行着战前的进食，各处飘着烤肉的香味。巫族的实力取决于自身血脉与12祖巫的远近。此地这16000名巫族，已是巫族能够正面压上的所有精锐了。当然了，巫族全员皆可战，只是此时并未让老弱以及血脉之力弱一些的巫族登场。见到李长寿的身影，几名大巫祭立刻迎了上来，一名名散发着浓郁血气的身影也都用那炙热热切的目光注视着李长寿。有大巫祭此刻颇为激动，高声喊着：水神大人，妖族先锋距离此地大概还有半个时辰，不如咱们直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迎战容易，脱战却难呐。巫族想以最少损伤击退妖族，今日当配合天庭大军行动。此地大阵如此牢固，为何不用？有大巫沉声道：水神，避而不战，恐怕会让妖族笑话我们。巫族传统。各位，李长寿的声音高了一些，先是皱眉，想跟这一群巫族讲讲道理。那几名大巫祭立刻要开口训斥这些想出去奋战的族人，但是李长寿突然一笑，笑道：各位可以换一个想法，咱们如果出去迎战，对方就没有攻打黑山大阵的必要了，那岂不是让这些妖族与咱们交战时少花费了些力气？这不是便宜他们了？众巫族仔细一想，倒也是这个道理啊。李长寿又正色道：便宜妖族的事咱们能干吗？让他们下攻几波大阵，把他们累成孙子，咱们再冲出去杀个痛快，岂不美哉？美。对，不能便宜这些妖族，先累他们一阵，咱们再正面冲垮他们。一时之间，石山山体内传出了巫族们的呐喊声，不少其他间隔的巫族听闻此言，也渐渐地热闹了起来。李长寿也是暗道心累呀，本体默默地合上了那本《如何与憨憨有效交流》李长寿做出侧耳倾听状，又朗声道：地府来支援咱们的兄弟已经在东侧埋伏好了，咱们这边定要按计划行事，不然就是坑了自家的兄弟。众巫族齐齐打起精神，连忙答应。角落中有几个巫族小声嘀咕：计划是什么？不知道，管那么多干嘛？大人让咱们冲就冲，上就上，遇到妖族就撕了他们丫的。李长寿听闻此言，也是眯眼轻笑。正此时，一名大巫祭喊道：起宴！山体内传来10多声回应，立刻有密集的脚步声在各处响起。不多时，黑山各处涌出了一股股黑烟，转眼就笼罩了方圆数百里。李长寿试着放出仙石，却发现自己的仙石被黑烟直接隔绝，像是漫入了深渊。巫族果然有点东西啊，毕竟跟妖族斗了这么多年，自身又不善元神探查，这般手段倒也是在情理之中。
黑烟起了一阵，妖族派过来的斥候明显增多。一只只飞禽出现在黑烟范围内，不断地靠近黑山。黑山之上冷不防就会飞出道道长矛，这些纯用手臂力道抛掷出的长矛，伴随着尖锐的呼啸声，却比声音还要迅疾不知多少，如同一道道血色的闪电乍现。妖族众斥候损伤足有7、8成，但他们也将黑山附近的情形不断地反馈给妖族高层。妖族大军距离此地上千里，巫族按兵不动，距离此地500里，黑山依然是没有动静。一直到300里、150里，妖族大军停下云头，各路妖王整军备战，众妖才确定巫族这一次竟然躲起来了。妖族先锋大军不敢乱动，唯恐中了天兵的埋伏。一片黑云自北海飞来，其上载着100多名妖族高手，到了先锋大军上方，各自眺望着黑烟包裹的石头山，他们已经嗅到了那浓郁的巫族味道。冬天泛起了一片朝霞，天地间迅速变得亮堂起来，太阳星带来了燥热的灵力，这就是妖族精心计算过的时机。妖族几名上古老妖站了出来，陆公的嗓音传遍方圆千里。这些残暴的巫族已生最后的元气，此时正避而不出，绝不能放任他们再次做大，狩猎你我。金乌圣祖之光辉已再次照耀，儿郎们，万灵之族永不对巫族屈服。陆公身侧，一名身穿铠甲的雄壮身影高高跳起，在空中化作了一头数10丈长的黑毛金纹虎，对着黑山吼出了震天撼地之虎啸。一时间，这一片天地间，那一片片乌云之上的群妖齐齐呼啸。小半实力不错的大妖直接化作本体，云上多了一群又一群妖气滚滚的猛兽凶禽。熊狼虎豹狸葫芦，鹏鹰雕鸟昆鳞鱼，其种类之多，一时竟数之不清，粗略估计达数百类。此地大半妖兵妖将还是保持着人形的模样，各自操起兵刃，祭起法宝法器，跟随在一名名实力强横的妖王身后，朝着黑山汹涌而去。正此时，高空之中光芒闪烁，突然有一道紫白色的雷幕亮起，拦在了众妖兵之前。浩瀚天威伴随着雷幕而来，将妖族先锋大军前冲之势硬生生的截断，让修为稍低的妖族心神惊惧。天地间又出现了阵阵青色光芒，一股股大风自北海之上吹来，稍顷化作狂风，专吹妖族前军所在之地。天庭神殿发威，忽有一条青皮巨蟒冲出群妖，转眼化作1000丈长短，盘踞于空中，张开大嘴猛地一吸，这漫天狂风竟然化作了一缕缕青光，被巨蟒直接吞没。巨蟒张口对着高空怒吼，粗犷的嗓音压抑着熊熊怒火。哼，天庭，休要多管闲事。又听高空雷声炸响，云雾汇聚，凝成了一张威严的面容，正是东木公的模样，而东木公威严的嗓音也在天地间开始回荡。天庭受道祖之命，守卫天地，维护三界。而今你妖族不遵天庭之令在先，擅自挑起上古仇怨在后，更是不遵当年道祖老爷之命，公然违背上古之许诺，欲将巫族赶尽杀绝。吾奉劝尔等及时收兵，否则定将尔等尽数覆灭于此，天为不容欺。众妖安静了一阵，忽有大笑声响起，此地有数百妖族高手先后大笑，有大妖朗声喊道：天庭至今不敢派一兵一卒，就会空喊吓人。孩儿们，今日就灭了巫族，给他们看看。众妖兵齐声应诺，一股股妖气汇聚成庞杂的威势，
气冲斗牛，急欲晃动9重天阙。在此地这连片的乌云之后，一座云山浩浩荡荡开拔而来，那是10数层乌云汇聚了数10万妖族，遮天蔽日，浩瀚无垠，其中又有众妖族化出本体。本是日出天晴地朗之时，却因着众多妖族滚滚妖气，大地再次变得阴沉阴暗。黑山之中，众巫感受到了来自妖族大军的压迫感，但也因此尽数被点燃了战血。东木公不再多言，空中云雾凝成的面容已经消失不见，天地间雷霆不断闪耀，滚滚雷声似是在警告妖族。但越是如此，妖族大军士气越盛，一只只猛兽飞禽对着天庭与黑山的方向不断嘶吼，那些妖族民宿也仿佛梦回妖族鼎盛的上古。陆公眼角有着泪痕闪烁，喃喃道：回来了，都回来了。妖族大军干脆合兵一处，再次朝着黑山镇压而去。大军在空中蔓延出100里，远远看去，就如同一座宏伟的山岳，要以山崩之势压垮巫族黑山。天地间突然响起了一阵清脆的铃声，这铃声轻易盖过了兽吼雷鸣。一叶云舟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高空，那淡淡女子嗓音同时传到了方圆万里各处生灵耳中。还请天庭暂止神威，也请妖族暂停行军。